很久以前，在这片土地上，有着超过300个诸侯国。每个诸侯都在自己的封地上建设了各自的堡垒。于是几个世纪下来，就有了几百座大大小小的堡垒。随着岁月流逝，几经天灾人祸，一些堡垒已然凋零，不复存在。而一些经历了岁月的洗礼，仍然保留着残垣断壁，散发着浪漫主义的美。有一些甚至保存完好，里面居然还住着人。每个时代都拥有属于它的历史，每个堡垒都有它的故事，每座小镇里都散播着当地的传说。德国的森林里充满了关于精灵、仙子、巫婆和鬼怪出没的传奇。跟着我的脚步，从法兰克福到海德堡，沿着古老的山之路上，在脑海里穿越时空隧道，一探究竟。上次征服了传说中的 Frankenstein 堡垒，途经沙皇家族度假的 Seeheim-Jugendheim， 向种满玫瑰和香草的 Eisbach 堡垒前进，然后在山之路上最小的小镇 Zwingenberg 稍作停留，再爬上 Auerbach 城堡宏伟的碉楼，就完成第一段的城堡之旅了。7月初，我们继续第二段的城堡之旅。这次的目标是 Heppenheim 小镇和山上的 Starkenburg， 双堡垒小镇 Weinheim 的 Wachenburg 和 Windeck 城堡。还是同上次一样，我们先开上 A5 高速公路，再下来 B3 山之路， Heppenheim 就在这条路上。到了 Heppenheim， 我们直奔300米的山顶，停车场在山腰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入口处，我们得走一段上坡路才到达堡垒的外墙。方形的那栋楼和它左边的房舍，现在是青年旅馆，是不是很浪漫呢？想象住在中世纪的古堡里。遥想大约1000年前，这里还是 Starkenburg 县的时候，附近都是一些庄园与房舍，它们属于 Lorsch 修道院的地产。1065年Starkenburg 堡垒的建设目的是保护这些庄园。刚开始的时候，它只是木质的结构。13世纪的时候， Mainz 总主教下令扩建，大概18世纪左右就是左边的这个样子了。这是内城墙和第二城墙之间的区域，二城墙与外城墙之间的区域更宽阔。我们爬上一栋碉楼看看，这是那栋可以住人的碉楼的入口。想想看，住在顶楼有没有电梯？Mainz 主教国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时期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中世纪到19世纪漫长的几百年，它在德国的势力更是强大。从圆形的碉楼望出去， Heppenheim 小镇映入眼帘。由于这个地方早期是 Mainz 主教国的属地，因此大教堂也相当的弹簧。乌云密布的天空，是不是有种大敌当前、临危不乱的感觉呢？在城堡地界的某一处，我们看到一块牌匾，上面写着 Gießen 的 Starkenburg 集团是他的捐赠者。离开堡垒，午餐后我们逛逛老城区，外围有几个停车场，收费也很亲民。这是历史街区的第一印象。
市集广场和山上的堡垒相映，形成美丽的画面。市政厅也古色古香。也许你听说过 F1 赛车的冠军 Sebastian Vettel， 这就是他的家乡。走着走着，我们走进了一条浪漫的小巷。当夜幕降临， Heppenheim 就笼罩在神话色彩中。到处都有煤气街灯，循着街灯走，你会看到许多古老的传说和几乎被遗忘的神话。穿过狭窄的小巷、隐秘的地方和浪漫的角落，寂静的街灯诉说着一则又一则的故事。巨人的故事，小魔鬼的故事，得不到解脱的骑士的故事。在巷陌以半木结构的房子间穿梭了一阵子过后，我们继续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山之路这个名称不只是指坐落于莱茵河谷的东缘和奥登森林的西缘这条由 Darmstadt 到海德堡的 B3 公路，更确切的是指这条路上的风景。除了暖和的气候，从 Weinheim 开始还有一望无际的葡萄园，这段路也是德国的葡萄酒之路的一部分。你看这里的人是不是很有生活情调？就连烟囱上也摆上可爱的装饰。抵达 Weinheim， 我们在交通灯等待的时候，看见这座不知名的建筑物。Wagenburg 堡垒由学生团同盟会建造于20世纪初，是我们到访的堡垒中唯一一座现代的堡垒。我们直接开车从它的旁边经过，然后以贵宾的姿态穿过这道拱门，看到了停车场。再穿过这道隧道，就可以把车子停在那里了。这是大门，上面挂满了各学生同盟会的徽章。从里往外看，左边是堡垒的餐厅。在德国和一些欧洲的大学和高级学府里，有着历史悠久的学生团同盟会。19世纪的时候，学生们召集同乡组成团会，常常会面与组织活动。偶尔团会之间产生摩擦，于是就有了类似长老会的团体，主要负责调解矛盾。Windeck 城堡距离巴亨堡堡垒仅仅5分钟的车程。曾经里面住着修道士和所谓的堡垒人。这座12世纪初的堡垒原本是用来保护 Losch 修道院的房产，但是堡垒所在的那片土地属于 Michelstadt 教区，于是双方就产生了纠纷，继而导致堡垒的摧毁。几年后，堡垒获得重建。当13世纪初 Losch 修道院失事后，所有的财产被mainz大主教区和 Pfalz 伯爵瓜分。后来的100年，他一直易主，最终他到了 Pfalz 伯爵的手上，并且派人管理。同时，附近的7个村子也必须派员驻扎。
途中的堡垒是17世纪初它还完好无损的时候，但不久30年战争爆发，接下来的战火将这座堡垒彻底摧毁。20世纪的时候，贝克汉伯爵维修一部分的城墙，900年前的砖瓦几乎荡然无存。登上碉楼望出去，我们发现森林里有一座露天剧场，在这里看远处肯定是别开生面的体验。山之路也是葡萄酒之路，我们沿着 B3 公路在法兰克福和海德堡之间用了2天，总共探访了6座城堡、3个小镇。在回家的路上，带着满足感和难忘的回忆，开了15分钟的车子，回到美丽的海德堡。